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我给大伙带来这个赵云系列啊，本身要给中间穿插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赵云这个对吧？三禁禁血天王难度禁血禁地禁气儿的这个一臂通关，但是呢中间横插一道。这次呢这个视频呢也是很早以前的啊，就是说当年啊有挑战这个秒16方案的这个。众多玩家之一大伙都知道，空白呢是距离胜利最近的一次啊。就是说，对吧？就是单秒的时候不小心在吕布那里出现了第一级失误啊。然后除了这个事儿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比如说像那个打曹操的时候，最后没连上。总体来讲就是16到现在空白都没有出，但是总有个3、4、5次都是秒15，就很难受。然后对吧？目前为止呢，只有秋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一次秒杀16，而且呢，这哥们只出了一次就只出了一次啊。所以说这个呢一直没有给大伙做没做呢不要紧，咱们还是今天给做一下吧啊。因为好久没有做这个赵云单秒系列啊，这个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呢他还是很可惜的啊，没办法啊，这确实挺难受啊。好，这里边我个人感觉用这个赵云呢，其实赵云打单秒确实是最帅的一个玩法。秒16是什么呢，兄弟们？人脑秒16，其实无非就是对吧？马貂蝉马这个左慈。双马一雕一左，这都是秒不了的。除了这4个 boss， 其他都能秒。当然失误呢就没招了啊，这确实太背了啊。大鹏展翅，叮叮叮叮。好，直接走下方。有的时候吧，有的地图你会发现，他为什么要走？有的地图为什么不走？对吧？按理说多升点级不是更好吗？不是的，有的时候这个他秒杀套路啊，该什么时候控分、控级都是要控制好的，你懂的啊。好，我狼4星了啊，兄弟们啊！再来3个火箭，3个飞机，我狼直接5星。对吧？就是赖啊！好，来看看，先秒嫂子，一个毒镖，暴气白鹤亮翅，大鹏展翅3连，前前挫，大鹏展翅，前前挫。为什么一定要前前挫啊？追地1挑，再挑3挑，血杀，捡起来追地1挑，2挑3挑，这玩花活啊！追地1挑2挑，血杀。嘿，这个小兵其实挺害怕的啊，挺害怕这个小兵搞事情的。好，吃血吃招安，这个箱子不打了，确实是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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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法正这关法正是那个封面啊，感觉好像对于这个三国类型游戏就是法正很少，但是你也知道法正他毕竟他出场他就晚。而且呢，没活多长时间就嗝了，你这个就难受了啊，对吧？就比较皮。Go go go! Hurry up! 好，不知道这个黄宏为什么要遁地啊？就做啊，要做那么几下子，咱也不懂啊，不敢问啊，这个啊。好，你看这个赵云的跳 A 是真的赖啊。好，进屋里的话是有隐身衣啊，进屋是要有隐身衣的啊。隐身衣作为单秒也确实是很有用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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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有加群的话，就一定要注意看群公告啊，不许发这个什么东西啊！你要发的话，对吧？你懂的啊。好，直接进屋。隐身衣的官方叫法，小的时候我以为是鱼鳞衣，也有人叫履历衣
啊，鱼鳞衣好像是比较多的，因为《三国战记2》里面就真的有鱼鳞衣这件衣服，虽然说很少有人用啊，真的有鱼鳞衣这个衣服。不能发黄，发黄必踢啊，发黄必踢啊，发黄反动邪教，这只有在微信群里面，你只要发了，就咱俩做不了朋友了，记住了啊。嗨，来卖血了。缺气儿了啊，就是啊，普通难度卖血卖的真爽。你看那些大神玩，对吧？他有的时候都得卖血。你看咱玩的血不够吃，你这玩意真是服了啊！好，你得先有我狼微信，然后再加群。加群，我跟你说，好多人都是啊，加的时候可好了，一进群之后经常会被踢，为啥？就是总忍不住发黄。咱也不知道干嘛啊！对你私发我没问题啊，私发我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你看他这个长相就像鱼鳞一样，对吧？这个长相就像鱼鳞一样，有点像那个密银软甲，所以说应该就是鱼鳞衣啊，对不对？好。我操，这里面你感觉这个小金猪打小兵是真的赖啊！嘿，嘿，左撇子。什么是4招1式？就是4招1式啊！你只能打4个完整的招，加上一个最后那么一下子，然后呢，你就不能再连了，对吧？再就是追地了。4招1式最后那一式啊，最后那一下是非常疼的。所以说最后一下的时候，有的人为什么用血杀，对吧？就是血杀的比较疼。有的人为什么要用必杀，对吧？有加成的，你懂吗？有加成的感觉。好的，一顿擒连锁，这个秒不掉啊！一顿小北连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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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17哥来了啊！哎呀哎呀，这哎呀是真狠啊！啊，他有反击的，你看他刚才有个呀，但是呢没有用，反击没有用啊。一会儿招安状秒这个夏侯，加湿器都不吃了啊。跳 A 一挑，哎，再擒连锁正好够。我估计他要不要吃血啊？没有必要吧？啊，他都已经跑了，先跳还是先吃？直接进屋了。血杀，哇哈！这招赖啊，兄弟们，这招是赖啊！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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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噔，好，赖是什么意思？赖就是赖嘛，乐意爱赖嘛啊！大家伙知道赖逼，或者说是大宝人儿。就小的时候玩拳皇，有人就玩特锐，对吧？上来给你一个后我掐，然后就后我掐，就给你掐死了，这就是赖，懂吧？好，我操，这个毒挺狠啊！nha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nha呀呗啊，nha呀的不知道吗？啊，好，这里面啊，你看，感觉连招，哎，这过瘾啊！小的时候不会照银前沿锁转身前沿锁转身这个打法，小的时候玩三国战记拖死是最多的。就玩游戏，为什么男人一定要争呢？为什么一定要结仇呢？啊！
就是男人这个生物啊，很多人说我感觉不是男人的事儿，包括女人也一样，对吧？有的时候铁汉还柔情点，这个女人啊，有的时候一旦他妈狠起心来，那男的是真不行。你比如说，对吧？我对吧？你比如说，你像有的寝室啊，男的无论怎么样还有点革命友谊，对吧？互相跟这个关系不好，跟那个关系不好的，但最起码不会闹得那么掰，那么僵。这女生寝室啊，是真容易出事儿啊，一整就是爱也不处了。啊，你比如说郎嫂说啊，郎嫂说，哎呀，气死我了啊，气死我了，你个小婊子啊！我说咋的了？我说你们寝室怎么了呢？他说寝室人他妈的真是啊！我说他怎么得罪你了？我说给你气成这个样子，我说咋的？难道说他抢你男朋友了？他跟我说。比这个还可恨，我当时一抓耳朵塞，我说比这个还可恨，尼玛啊，比抢你男朋友还可恨，那你倒是抢我呀啊，你倒是抢我呀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我就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，到底是啥啊，能给他恨成这个样子？一个做好的读上，白鹤亮翅，大鹏展翅，田锁大鹏捡起来，跳 A， 好，周南撞一追1、2、3。挑起来，1、2、3、4血杀，好，追地1、2、3，挑起来，哎，1、2、3、4血杀，哎，追地爆气一挑，白鹤亮翅，哇，真帅！有周安壮是真的牛逼啊，周安壮是真的爽，而且就是女生之间你会发现啊，有一点点的小事，她能记一辈子。咱不是说那个，就是说这个小心眼啊，等于说就比如说，哎，因为一点小事两个人就掰了。男的吧，有的时候打一仗，第二天还能一起喝酒，哎，你咋整？你说啊？是赖啊，都是啊。好，这大石头砸多浪费呀！对吧？用这个加点气儿，它不香吗？对不对？就非得炸死啊！好，再给你说这个砸太赖了，这个砸我感觉砸 BOSS 的砸一个地盾的血量，至少了，感觉啊。好，一顿挫。9下。哎，这个升级升的，我了个去！赵云其实确实是啊，我感觉是这个游戏当中最秀的人，真的啊。这游戏单打的话是最秀的人，因为他这个爆气的这个性价比特别高。那个白鹤亮翅玩好了，真不一样。白鹤亮翅玩好了，大伙儿记得当时玩 TAS 的时候，一手左右白鹤啊，那真的是相当的变态啊。啊，上方那个一会儿有一个奔跑吧兄弟，哎，前天挫，这个是驯兽兵啊，手里拿个大铁链子。哎，还说是个高手啊，还说是个高手，我靠，连个对吧？被熊给抠了啊！其实赵云身材不错，兄弟啊，看起来又不胖。我要有这个身材，我尼玛，我得屌都要对吧？炸歪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会儿这个蝎子，请问这个蝎子身上携带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包子，它是什么馅儿的？这个包子是什么馅的？请问，大家伙最喜欢吃什么馅的包子啊？
我最喜欢吃什么馅的包子呢？我吃过最好吃的包子啊，这个是那个什么的，是那个叫啥来着？叫那个叫什么？哎，那个店还黄了，就在我们家，不对，我家就在以前我那个大学边上有个店，但是现在黄了。他家做了一手非常好吃的韭菜鸡蛋馅包子啊，这个韭菜鸡蛋馅的，他家做的超级好吃啊，但是黄了，操，也是服了。好了，飞轮暴击大鹏，大鹏啊，跳 A 再大鹏，再大鹏，最后打一下，追力一挑。有没有喜欢吃青椒豆腐乳西瓜馅的啊？还有，其实我想说啊，就是有的就是喜欢吃酸菜肉的，有的人喜欢吃那个牛肉萝卜的，还有人喜欢吃那个香菜，什么牛肉圆葱是吧？啊，大晚上的说饿了，我刚才吃了一碗13块钱的麻辣烫，刚才吃了一碗13块钱的麻辣烫，不太好吃啊，但是比我那个吃的最难吃那家要好吃的多得多啊，就是。好，皮皮虾馅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人就是喜欢吃饺子不喜欢吃包子，或者喜欢吃包子不喜欢吃饺子的？包子只喜欢吃正常馅儿、正常的包子，不喜欢吃水煎包，或者说是那种对吧？蒸包。好，直接打爆。马一涛、杨国福、张亮哪好吃？我觉得还是分店吧，我觉得都差不多啊。但是我就是老式麻辣烫啊，如果它的汤不好，我是真不愿意吃啊。好，升级哇！这个胖子还会放毒，看不看见？好，其实大伙儿别看这个胖子长得肥，但是他体脂率应该不会那么高啊。一个足。最狠的就是毒的时候，这个 boss 跳好的白鹤，哇3白鹤，第4下不敢练了，怕掉啊，一挑，好，追力一挑，大鹏展翅，血杀，唰。明天吃点啥好吃的？明天要我想明天改善一下生活，明天改善一下生活好不好啊？好，该有飞轮，该吃啊。海肠是真的没吃过，海肠好吃啊！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真的要去一趟烟台，不吃一个海肠，那真的是白去了。实话实说，海肠是真的好吃，一手海肠烤串或者是海肠炒韭菜，真的爽。那个东西哏揪的啊，可好吃了啊！好，直接进到密室当中。海肠是什么？海肠是一种海里长的一种动物，长得像肠子似的啊。明天想吃鱼了，想吃一手鱼肉火锅，就是那个黑鱼啊，就黑鱼啊，给它片成片儿，然后涮火锅，涮几秒钟就可以吃那种。黑鱼火锅，黑鱼又叫乌鱼，又叫灰鱼，又叫斑鱼啊。我大连的不远，大连离烟台可以坐轮渡啊，好像是一手轮渡直接就过去了，而且你可以开车，对吧？你开车坐轮渡可以过去。开车的话，好像据说开车你只要买一个轮渡的票就可以啊，就是那个汽车票，然后车里面装的人，那个人不用买票了啊。据说这招贼赖啊，好多人坐轮渡啊，开个车过去，然后呢交一个那个车的钱，然后给车上再拉上5个人，特别赖啊。
感觉给我说饿了，真的啊，感觉给我说饿了。一会儿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要搞一手那个下播之前搞一手8神摇的这个跳绳，是吧？跳一个82年的绳，来消耗一下我的这个体力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这里边先把铁甲兵先清了啊，铁甲兵讨厌啊，兄弟们。哎，来打到最右边，是用毒镖起手吗？看看啊，张辽其实挺难秒的，兄弟们，真的。余孽，好，先一手一个暴气，他要爆到一半的时候再打毒镖，标上，好了，再来白鹤亮翅，3白鹤，哎，打了5连，4白鹤打7连，直接倒转昆仑，追地一挑，1、2大鹏展翅，倒转昆仑。好了，再追地一挑，1倒转昆仑，好了，张灵剑，血杀，追地一挑，1、2大鹏展翅，血杀，可以。秒杀张辽很费事儿啊，你还得费道具啊，你真的就是谁秒杀张辽最简单啊？我感觉就貂蝉秒张辽就是4颗气儿，哎，4颗气儿就秒了，刚刚好啊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帅不帅？确实啊，单秒确实是帅的啊。小狼你会秒吗？我会个大粑粑会啊！你就像你问我小狼你会玩97吗？我会个大粑粑啊！这是空白秒15还是16？你看右边写的对吧？这个右边写的很清楚了啊。哎，现在最想去，你看，我想去上海啊，不是，当然啊，我说的想去主要是为了工作啊，是去找西索哥一首上海，然后呢，飘花哥呢是一首哈尔滨，朱哥是一首长春，然后呢，大连呢是有文哥在。啊，还有各位小伙伴也在。去大连主要是去吃海鲜啊，去上海是为了工作，去长春是因为他的人文情怀啊，嗨，他的人文情怀你懂的，能晓得吧？啊，去哈尔滨就是一首这个飘花歌啊，答应好久了啊。东莞现在已经陨落了，兄弟。实习哥，实习哥又来了啊！实习哥是哪里的？啊，去找实习哥，实习哥能不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？对不对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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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来上海带我去嫩模，别闹了。哪有那些钱呀，兄弟？你带我去嫩模，对吧？那得花多少钱呀？没有个对吧？3000、5000的下不来呀？怎么的？我准备开启一个新的节目，叫小狼探花，是吗？对吧？来一首小狼探花，啊，没做几个月，直接就被人对吧举报了啊！说这个人说话怎么对吧？长得怎么那么像我狼呢？而且一说话还比俺小柯来的啊，对吧？我要举报啊！他这里有啪啪啪。哎，实习哥是武汉的啊，来请我吃个屁，青岛大虾啊！天天说帮我过5星啊！我来长春活了31年了，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人文的事呢？那你是真的，对吧？你听人长春，对吧？春季里开花，你看。这个长春这个名字就好，这个城市就说明一切了，对不对？长春、宜春，对吧？这个名字对吧就好使，对不对？探花真的赚钱，你别闹了。我这听说那个哪个探花不又被抓了吗？有个探花被抓了，那个人叫什么探花我忘了，叫小李探花是吧？好像叫小李探花，这个被抓了。然后这小李探花一天晚上的这个直播的这个
礼物啊，能收10万块钱的礼物，我就尼玛我就啊，这同样都是直播啊，凭啥啊？为什么啊？那小宝那都判了，小宝啊，小宝肯定要判的。小宝这个人没有5年出不来，我告诉你啊。好，找出租车这个事儿，你得碰见好的出租车，对吧？你碰见不好的出租车不行啊。现在那出租车都狗懒子了都啊，为了赚点提成，对吧？对吧？一上车，那个司机大哥，能不能带我去那个地方？大哥说：“哦啊，我懂，哎，你要懂，我懂了，哦啊。”然后呢，大哥为了赚提成，对吧？他会跟你说，保证啊，1.7米的漂亮的大学生20的。结果一去啊，叫一声姐都是抬举他啊，好吧，对吧？你做大的，我做小的啊。好，来看看吕蒙啊，这也是最难的这个秒杀的地方了，兄弟们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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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个单秒吕蒙啊，是真的难啊，兄弟们啊。好，这想单秒就得好了，想单秒还得勾引一下，哎呀。哎，飘花哥又进入直播间了，没准过2天就去找飘花哥了。飘花哥上次请我吃的西餐啊，还是高档西餐，去吃那个地方，我尼玛，我感觉都好像像化妆舞会一样啊。然后又什么牛排，又这个那个啊，我还带个朋友，我勒个去！好，这个铁甲兵又不配合，好了，让他跳起来，来。飞轮，白鹤亮翅一挑起来，白鹤亮翅挑起来，再白鹤亮翅，好，4白鹤亮翅，大鹏展翅，小箭筒一挑，好，再倒转昆仑，追地爆气，哇，追爆啊，兄弟们！大鹏展翅直接打死了，可以，帅的要死的啊！还开了一瓶洋酒，双花哥没谁了啊！还带了，真的第一次带我去喝那个贼有文艺气息的那个咖啡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焦糖玛奇朵啊！噔噔噔噔噔，帅啊，确实帅。等我下次去说要带我去吃日料嘛，哎嘿，来了啊！切换线路好像重新一次啊 ，so this guy。哎，对我飘花哥那个解酒神器到底怎么样了啊？据说那个喝完酒之后啊，对吧？喝一瓶那个水就可以降解身体里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酒精成分。解酒神器啊，目前秒几了，马上就要失误了啊，对吧？这右边写的很清楚啊，兄弟们啊。其实我主要是喜欢吃海鲜，比如说我喜欢吃海螺，我喜欢吃鲍鱼，喜欢吃龙虾，喜欢吃小龙虾，喜欢吃三文鱼啊、金枪鱼啊、鲷鱼啊，喜欢吃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海肠啊，对吧？各种各样的蛤蜊呀、生蚝啊、扇贝呀、八爪鱼呀，再就是像一些比如说什么海星、海胆，对吧？类似这种东西。兄弟们啊，那确实是好吃啊！为啥去吃日料啊？因为像那种自助吧，它主要虽然说贵了点，但是你可以旷吃，你可以，对吧？挑你喜欢吃的几样往死了吃，我就一定要立誓，我扶着墙进去，扶着墙出来，对吧？扶着墙进去的时候脸都抠抠了啊，对吧？就是嘴里就是我馋我饿，我馋我饿，我馋我饿，出来的时候就扶着墙，哎呀妈！别动，要吐了，不行了啊！就这种，
海豚咋没吃啊？河豚没吃过，哎，到现在没吃过河豚，我只喝过河豚汤，没正儿八经吃过河豚。然后像金枪鱼呢，我吃的也是黄金枪，你没吃过最极品的金枪啊？据说那个快已经被对吧？已经濒危的特级保护动物那个金枪鱼好像已经没了啊。还有就是像什么北极贝啊，北极贝，这个加拿大海域的那个啊，对吧？这个日本海的这个也没吃过，吃的应该都是朝鲜的那个假的。还有的那个拿那个鱿鱼做的那个，对吧？拿那个鱿鱼，油是3点水，就是那个植物油、豆油那个油，那个鱿鱼啊，那个鱿鱼据说对身体不好，吃了跟消化不了啊。其实真的对海鲜是没有抵抗力。其实说是吃日料吧，主要还是吃海鲜去了啊。你像对吧，那个三文鱼。对吧？一口入魂。比如说三文鱼的那个大腹啊，就是我是最喜欢吃的。而这个金枪鱼呢，据说是它的翅身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翅啊，比较好吃是吧？啊。反正想吃是真的啊，对这个半点抵抗力都没有啊。其实真的我都不说吃点什么，其实就是极品的三文鱼我吃了就行。三文鱼为什么好吃啊？因为它的那个油脂，它的对吧？它的那个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，然后蘸那个对吧？就是我们管那个叫辣根啊，不什么的啊。兑上海鲜酱油，然后对吧，就一口入魂啊，兄弟们，满满的幸福感，不行了，受不了了，啥都喜欢吃没有啊？其实我就不太喜欢吃铁锅炖，我从小就吃炖菜啊，我就铁锅炖啊。当然呢，在炖菜当中也有几个我比较喜欢的，比如说铁锅炖里面，对吧？铁锅炖的酸菜、血肠，对吧？大骨头，哎，这就极品了啊！杀猪菜。这个就还好点，但是你要说铁锅炖排骨、铁锅炖大鹅、铁锅炖鱼，哎，里面放上豆角、土豆啊、豆角干儿，来的啊。我尿酸不高，其实我喜欢吃，但不代表我天天吃啊。最近我是见过世面了，小的时候谁吃过海鲜呢？小的时候我说句实话，那时候咱们说物流行业不发达，运输也不发达，对吧？那个实话，一个飞轮。对吧？它不发达，所以说不像现在啊，这个对吧？啊，朝发夕至了。你比如说有的海鲜运过来也不费事儿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的一条。不，我跟你说，大鹅你是真没吃着好吃的，对吧？就是那个不是那个，就叫靠大鹅，一个火字旁加一个靠啊的靠。靠大鹅做好了，就这么说吧，就是比如说那个干炸小排。大伙吃过吧？就猪排骨啊，好吃吧？但是我吃那个大鹅比干炸小排还好吃，哎，带鱼那个按理说呢，咱们应该管它叫啥？叫水产啊，对吧？比如说海产品和这个河产品，但是所谓的鲜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要吃鲜就不一样了。小的时候没吃过螃蟹，谁吃过螃蟹啊？你别说是对吧？那个淡水螃蟹还是那个梭子蟹啊，没吃过啊。你像什么带鱼啊，它毕竟方便对吧？存储嘛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像有的鱼可以，你像那个什么青鱼、沙丁鱼，还有鲅鱼，像对吧？像这些对吧，都可以冷冻，对吧？冷冻保存，而且死了也没事儿。啊，你看有的东西它就不适合冷冻保存，比如说螃蟹吧，你螃蟹冷冻了之后肉就没了，咱也不知道肉哪去了。你冷冻了之后啊，对吧？你只能说是像做那个海鲜川锅底儿是吧？放个螃蟹提味儿。真想吃螃蟹还得吃那个活的啊。大马哈鱼到底好吃吗？大马哈鱼应该就是跟那个什么一个人种的啊，跟这个不是人种去了，跟这个三文鱼是一个对吧？一个属的。
他也是海里面成长，然后对吧？河里面出生啊，江里面出生，然后去海里面生长。然后呢，这个大马哈鱼呢，我们一般都做咸菜吃啊，就是大马哈鱼给它弄成大马哈鱼干或者大马哈鱼的那个块拿油去腌，当咸菜吃啊，确实好吃。现在挺贵的，一条鱼卖个好几百啊。好，一个铁莲花。好，来看看啊，名场面来了啊，兄弟们，名场面，哎，一个毒镖，哎，你看你妈的，这个就是名场面，我就操了，他怎么跳了？当时就哭了啊，兄弟们，真的当时就哭了，一个镖，然后倒了，啊，你这到哪说理去啊？就真的邪门啊！这个失误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，那没招了啊！这太嘚儿了，感觉给自己都震惊了啊！这吕布怎么还能被打倒呢？你对不对啊？哈哈！其实海鲜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什么呢？就是说白了大海螺，真的大海螺啊！这个蘸辣根吃大海螺，这个海鲜是真尼玛好吃啊！它的真的没有抵抗力。还有各种蚬子、蛏子，啊，蚬子、蛏子什么的啊，也是真的好吃。什么小人鲜啊，竹蛏子啊，再就是各种小贝壳，什么鸟贝，还有那个刀贝，对吧？哎呀，不行了，我馋了，馋死我了，得了啊！象拔蚌也还好，但是象拔蚌也还好吧，象拔蚌啊，象拔蚌的话呢，就是做这个生吃的话也还挺好啊。好，大鹏展翅，一撩起来。好，直接倒转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！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来支持我。我们就，海螺是啥？不是脑袋呀，海螺的肝是一定要拿出来的。海螺的肝还有它那个边儿，就是我现在会整海螺啊，它不能吃的地方其实都能吃，你不怕晕就行。小的们看招！哎！哎，你知道它为什么只有单火吗？你放那个什么，你放那个叫那个啥，就是这个天师符之后呢，只要把那个金匮要略扔出来再捡就可以了啊。哎，以前我们呀都是有礼物的啊，现在这真的没有牌面了啊！这现在啊，这多多少少欺负老实人了啊！哎，当当当当当，嘟。跳，小老鼠都喜欢完事儿的跳到这个台子上，然后下蹲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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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血战夺荆州。不行了，大晚上的一谈这个美食啊，就真的是太嘚儿了啊！哎呦，这一下，好，你看，他妈的左慈没了之后，
他妈走了表那7、8、10个人，我的妈！这帮人你白嫖就算了啊，太狗了吧！人家啊，就等着这一声，等完就走。我是真服啊，我是真的服啊！唉。对吧？刚才300多号人，现在他妈的240，我操！要走了100人，我尼玛！不要个逼脸啊！我发现这帮人真的是啊，以后没了，以后没了啊！在尼亚亚没了，这个事儿没了啊，兄弟。欺负老实人啊！紧屋吧，老姑父那是比我啊，那是。好。贵宾人数250，太他妈欺负人了啊！我当个解说我容易吗？我啊，对不对啊？其实去哪里吃海鲜最实惠最好？我去丹东吃海鲜，我觉得挺贵的。要去那个什么湛江吃好不好？去湛江吃好不好？再就是舟山，对吧？就是咱这便宜喽嗖的也太，你这太贵了。你是青岛，你再赶上个旅游季，我尼玛！还有什么大连的，对吧？是不是太贵了啊？其实我知道南方的海鲜它不如北方的好吃。据说是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非洲的海鲜，就是因为非洲的海鲜就是说白了，它成长周期就说白了不如这个北方的好吃啊，是这么说的啊。没找到便宜的地方是吗？啊。啊！一顿扎，当啷当啷啷。好，鱼鳞1了。其实也分产品吧，分产品和项目吧啊。9节上暴气大鹏，跳 A 挑起来，大鹏。好，要不要不管这个小兵吗？倒上昆仑，好的，这个小兵全程在梦游啊！啊，赵英给他加个鸡腿啊！哎，不要整地狱的事儿啊！不要整地狱的事儿啊，也对吧？不要搁这儿损人或者说是骂人的啊！否则会封掉你啊，对吧？这个咱这里呢，只是说那么一说，就是也分东西啊。你比如说，你像那个，你比如说南海的这个龙虾，哎，对吧？它大龙虾一般都是南海的嘛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我就说这个意思啊。什么澳龙什么的，是吧？那都是南海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啊，那你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海鲜，它只是像贝壳类的啊，可能说是北方的确实好吃一点，因为北方包括有各种鱼什么的啊，可能说是它这个油脂，比如说高一些啊，包括像什么生蚝啊，是吧？就是可能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啊。好。我去过丹东1次，大连去过很多次，青岛去过很多次，在上海我也没怎么吃过海鲜。我在上海吃的那个叫万岛那个自助吧，然后呢，我都讲过这个故事，每次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贼气人啊！他那个自助好像是400多块钱，对吧？然后最欺负老实人的是，他一个人只赠送半个龙虾啊，就赠送半个龙虾。然后呢，那个龙虾端上来，他已经切好了，切成刺身了啊，然后放在那儿了。我哥们儿对吧？我们2个人啊，所以说就一只龙虾呗。然后呢，他一个人把那个龙虾全吃了，我操，一口没吃着，气死我了啊！大半夜唠吃的，那必须的，那我不唠吃的，那良心上过得去吗？啊！
对吧？我们大晚上不给你唠一些实惠的啊，比如说屌丝盛宴，啤酒加串儿，对不对？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！好，哎，开始秀了啊，确实屌。1300块钱一位的，那他妈真吃不起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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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个手法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手法确实屌啊！而且这么挑，最牛逼的是又不升级啊，又不应该说不加分，又不加分，然后呢还加气儿，对吧？好。我看了一个新闻，最有意思的，有个人进那个日料店，然后他看那个大众点评说那个平均是300多块钱一位啊，他就没看明白，他以为一位是300多块钱，吃完一算账啊，花了1万多啊，花了19000，好像是。你看完那个新闻给我乐屁了啊！那肯定挑最贵的吃，以为是无限吃呢啊。好。好，现在买卖不好干啊！你什么金钱豹拉倒了，那高端餐饮也挺多拉倒的，像海底捞也要关店好几百家，对吧？来看看这关，怎么孟获直接就出来了？我操，这个也太玄幻了啊！这个。好，来看看怎么秒。别，这一下子，好，直接烧掉，1、2、3，直接打死，剩下那个弩兵要用隐身衣了啊！好，先手一个爆气，余孽，好，直接金猪起手，单 A 2点大胖展翅，大胖展翅倒转囫囵，好，追地反挑。太清丹精直接变成小动物啊！好，这个方案非常稳，还能顺带脚的把兵打一下，然后赶紧进屋吧啊！这个里背景音乐墩儿墩儿，哎，这个音乐太嘚了啊！啊，又开始挑，为什么要挑？兄弟，气儿是真不够用啊，甚至有的时候没办法，还得那个卖血啊。墩儿墩儿。好，来看看，孟获，霍啊，好，来，还是跟刚才的秒的一样吗？不需要了啊，秒法是变了，因为它可以选择就是正常在左边秒，不需要进屋了。好，先手暴气崩倒，然后余孽，金猪起手，白鹤亮翅，白鹤亮翅，再单2点大鹏展翅，血杀。好，调好了，看吧，调好了这个太清丹精，太清丹精啊，变成什么不重要啊，啊，这个小龙移动速度是真的快。好，1货2货都很稳。好，
太狠了啊！听，来盖盖，盖哥啊！想秒盖哥，其实主要盖哥一管半血，还是挺恶心的啊。到底是看刀还是看招，兄弟们？这个鼓太讨厌了，这个鼓，能不能利用这个鼓卡兵？哎，好，你看铁甲兵多讨厌啊，铁甲兵啊！噔，好，打死一个小兵啊，打死一个小兵。哎，好，捞死啊！还是要勾引到上面来，哎，这个位置应该够了啊，这个位置啊，不要打死，哎，别打死，来看一下标，先手爆气，好，回来娃娃定住，调好了杜康酒，一个标，白鹤亮翅，赛前接手白鹤，我操，好，大鹏展翅，最后一下。斗转昆仑，追力爆气是用杜康九爆的，大鹏展翅，铁莲花该放。哎呀，我操！倒转昆仑，后面那小子追力一挑，好的，还是蛮稳的啊。200-300的自助餐有好多限量的，你比如说像什么龙虾限量，什么有的什么法式鹅肝限量，当，限量就没法说了，就太狗了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可可汤圆一手大金卡支持我了，哎，太可惜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可惜啊！他那个吕布多可惜呀，你说啊？好，哎。我们的这个长沙电视台赠送我郎的3个永恒钻戒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长沙电视台赠送我郎的永恒钻戒。我操，这个永恒钻戒好像还不是那个，好像还是特殊礼物啊！好呀，我们双儿也来了啊！双儿在消消乐中闯到第1关，你能超过我吗？天天白嫖也得整个牌子啊！那来了，就直接一手左次郎啊！其实做买卖都是要赚钱的啊，就是买卖，就是他干的越好干，他越好干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人气上来了啊，对吧？你备货也好备，比如说你备货今天你备多少万的货，对吧？你可能批量进货，你自己有仓库，有的食材啊。可能就你放心大胆的进，你不怕卖不出去，对吧？你越好，而且呢，你进的越多，它就越便宜，成本就会压下来，对吧？买卖越好干就越好干，越不好干，对吧？你进那么多货整不完还得坏了，然后呢，你坏了，你还不能不给人吃，你给人吃了之后，对吧？当然吃不坏啊，就是不新鲜了，不新鲜的这帮人一吃，哎，不好吃，然后就觉得口味不好，就不来了，对吧？形成恶性循环了，这玩意儿就是买卖就是这种啊。怎么没上牌？你应该换一下。你现在我看这边是怀旧的牌子啊，当然这个不需要啊。其实有牌子也不是说来了必须要换上啊。反正这个看这个长沙电视台确实是啊，他一送我这边的这个弹幕助手，就是对吧？显示钻粉怀旧13级，然后赠送我郎3个永恒钻戒啊。好，来看看这匹马秒是秒不了了啊！其实单秒这匹马，待会儿之前记得那个 TAS 怎么秒的吗？秒18里的那个秒这个马，我靠，那真是赖了啊！他都用死命来秒马，真的是好恶心的啊！
好，我们的长沙哥，我们长沙哥又送了一堆钻戒啊！这我狼是真的啊，没说的了啊。这个永恒钻戒好像比办卡要牛逼很多啊，要牛逼很多的啊，这个啊，这回这回有了，这回变成5级粉丝牌了。so this guy。好，地盾书还要吃呀，真是。好，魏延谋反啊！这里面用这个飞轮啊，感觉清兵其实是比较难的。有的时候飞轮，大家伙基本飞轮反着扔，哎，反而还能打得怪；正着扔好像还打不着，反着扔能打着啊，那种感觉。以后每天打卡欧了，这对我狼那是没说的啊，就是支持我狼那种事儿，在我狼这就属于什么呢？以满满的幸福感啊！好，这个要拖时间，为啥呢？对吧？这个必须要这个什么啊？必须要这个腾时间，然后把它放跑。单秒是要给他放跑的，兄弟们啊！这不放跑是真的是秒不了。人脑肯定是不用想的，太难了啊！钻戒哦，好，地盾书，哎，地盾书的作用就是这个，无敌风火轮儿，哎，别跳 A 了，我操！好，忍自觉，忍无可忍的时候再重新再忍。好，屏幕只要一平移就够了。好的，哎呀妈，真是啊！这平时感觉他，哎，你终于走了。小兵扔了一炸球，这是栈道啊！感觉从这跳的也挺高的，你看老高了，感觉啊。啊，这里面也是挺设计挺狠，刚从空中落下来，后面就有一堆弩兵，对吧？钻戒打卡好用哦。那5个钻戒相当于一飞了，对吧？好，飞龙在天，这一手这个飞轮啊，叫飞轮在天啊，不叫飞龙在天。哇，刚 CD 打腾3点，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管这个叫，对吧？防御反击叫起来不好听，就叫刚 CD 好听啊。小的时候玩97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刚 CD 不叫刚 CD， 叫什么？叫崩豆，就一崩把豆崩了啊，就可以反击嘛，崩豆。好，在水里面放土雷，飘了啊。卡兵的话是正上方那个草去卡，可以卡住这2个水兵。好，卡住了，哎，余烈，一个标，好，白鹤亮翅，再白鹤亮翅，打了5连、7连，大鹏展翅，最后一下接倒转，哇，这个追地愣了一圈啊，他是后追，看不看见？要等一阵儿，好，追地爆气。他这个为什么要腾那个追地爆气那个时间？一定要腾这个时间的啊！好，杜康9，哇你妈，毒镖，这个麦穗到底叫啥？好，连续的怼。这个叫草，好像有好几种草，还有一种吃了会中毒的草啊。
这个是最嘚儿的啊。哎呦我，小声音听起来贼解压，兄弟们，真的解压啊！解说电影不让解说啊，让解说电影无敌的我了，对不对？但也谈不上解说电影，现在都是快节奏吧，很多人都什么几分钟看完这个电影了，都是啊。你像我狼陪看，其实挺屌的，一起发现电影中的小细节啥的啊。好。这个小怪还会薅油根，好防，连续的 A 2下，哎呦我去！大哥，对呀，你打我呀！我现在正是挨揍的时候，你真老扔雷干你妈是不是啊？好，再来一下啊！金盔妖掠，好。还是卡住这个胖子，这个胖子戴的帽子挺狠啊，小红帽，哎，好，先手爆气，张角金没事啊，不用怕，打，哎，百合亮翅这接上了，正好张角金打出这个冰晶状态啊，大鹏。倒转昆仑，反身位追地一挑，大鹏展翅，倒转昆仑，反正追地一挑，大鹏展翅，血杀一点，追地直接爆气，用这个杜康9，倒转，我操！这后面那小子给了一杵子，照样还是倒转出来了啊！好，来看看，传说中的招安壮啊，招安壮秒曹操，那是真尼玛赖啊，玩吧啊！招安壮秒曹操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乐意爱赖。好，一个上挑的时候，哎，傀儡娃娃，飞轮招安壮，毒镖，然后白鹤亮翅，你看13连，白鹤亮翅11连，白鹤亮翅11连。再白鹤亮翅血杀，追地1、2、3挑起来2点，然后1、2、3、4血杀，这跟秒那个什么一样啊？秒这个夏侯渊的刚开始感觉差不多。好，倒转昆仑，追地一挑，好血杀，这招安壮秒的就是爽啊！这曹操说吧，他妈的长坂坡直播砍曹操，好了，空白啊。这个秒那个吕布，大家伙也看到了，严格来讲是真的背啊，真的背。很多人说用毒瓶不行吗？毒瓶有的时候也容易击飞的啊，反而毒镖瞬发还稳一点，结果他还没稳，这太嘚了啊！这样的话呢，来自于空白的最经典的一个秒16方案，最终秒15，在吕布呢出现的低级失误，那没法说，挺背的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秒16啊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而大家和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